所有的装饰都一定要有背后的实用性。大家看到的这个到底砸了多少钱？可以按照自己的身高。耶！欢迎来到我们家。我们买这个房子啊，差不多到现在也要1年了。然后从半年前，我们开始在这个空间里面拍各种装修的影片，从基础工程、拆除啊、木工啊、泥作啊，然后油漆等等的。那如果是老观众啊，你应该有发现，在片头里面其实我们藏了一个小彩蛋，就这个位置啊，非常的熟悉，有没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站在这边，然后柚子站在这边，我们有一个走，然后后面空间就不断的变化。你会发现啊，柚子的衣服怎么越穿越少？没有，那是因为真的从冬天到夏天。对，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其实真的从冬天一路陪我们装修到了夏天，然后我们这一支影片终于要给大家来一个房子的大开箱，整个的 house tour。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带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稍微走一走，了解我们家空间的空间配置，还有哪些功能。因为我们其实空间很注重的不只是那个装饰，而是这个背后的实用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被很多人问到爆的，就是我们到底砸了多少钱在这个房子的装潢上。我们等一下都一并跟大家说明，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Go！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区域。我跟柚子啊，其实都有这样子一个专属个人的工作区域，因为我们叫做智能工作宅。就我们家啊，不只是用来睡觉、洗澡的地方，还是用来工作、赚钱，然后往向梦想的地方。好，讲得好狗血哦。好，反正就是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区域。然后我平常的工作是做直播讲课，因为我是教 Notion 的，所以我常常会在线上直播，或是邀请各个单位。现在疫情嘛，其实很多人都会去做远距离的直播讲课。那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区，上面有一个补光灯，我只要打开之后啊，它就会发亮，因为桌上有一个无线开关，它可以帮我的憔悴的面容打一点粉底，让我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好不好？然后按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关掉。那这些东西啊，就是我的工作桌面。我其实每一年都会拍一集我的 desk setup， 就是工作桌面的开箱分享。因为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居家跟远距工作者，我觉得怎么样去使用好一些工具产品，对于自己的生产力有帮助，是我很在意的事情。那这个之后再专门拍一集主题分享好了。然后有很多人问的就是我们这个电视墙的材质是什么？因为你远看好像觉得说好像是一种水泥的这种艺术漆装饰，但你近看你一摸就发现，怎么硬又带点软软的这种有韧性的感觉？这其实是吸音板。一般来说，电视墙大家都会用油漆啊，或者用石材，但是其实油漆就是好看，可是没什么功能性。那因为我们不管是拍影片啊，还是讲课直播，我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声学的系统，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吸音板，然后也是我们自己 DIY 的。我们也有拍一个 DIY 的吸音板的影片，因为这个施作起来其实真的比我们当时那个阳台全部 DIY 还要容易很多。然后这个吸音板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很好裁切，所以 DIY 很容易之外啊，你看底下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这个电视柜的器材区。然后一般来说啊，后面搭那个线材都会非常的头痛，就是线材非常的凌乱。但是我们用这个吸音板把它挡得好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往上，好像跟那个吸音板有连贯性耶。其实没有，我们是额外再裁一片给它，然后把它贴到后面，所以把所有的线都挡在后面。所以你远观来看，你会发现哇，整个一体成型，很美观吧？然后它有一个隐藏功能是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我们看了那个产品说明网站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家有一个特色，可能是它造成的。就是他说它有一个冷防效果，就它可以让室内就冬暖夏凉，一个温度调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冷气其实很特别，我们冷气永远都开28度，然后开最近的风，然后我们家室内永远都是27度，我们开28度我们是台电最爱的那种好宝宝家庭这样。可能就是这边有一个吸音板，然后我们对面又有一个隔帘。所以两边这样隔起来之后啊，就让我们家的那个冷气其实真的只开一台，就没有再开第二台，就是整天就24小时开了这一台，然后开28度最弱风，室内就保持着27度，然后湿度在60%。那我来带大家参观我们的多功能室。那其实这个多功能室，我们就是当初设想我们要在这里面运动啊，或是朋友来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聚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放式空间，所以大家一定想说，那我们冷气怎么办？是不是外面开，然后里面就是这样一直吹进来，你冷气都流掉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设想说，我们这一间一定要做一个隔间。这边呢，我们原本就有留这个轨道。那我们原本想要做的是蛇形帘，就是很漂亮的那一种。但是我们窗帘厂商超诚实，他说蛇形帘如果你用久不烫的话，会超级可怕，就是它很难保养啊。我后来就发现一个超厉害的东西，就是这个，它叫做片帘，然后它就是可以超级轻薄的直接这样拉起来，就变成我们一个小小的隔间了。
是不是超方便？因为它花色啊，其实它有半透光、不透光的各种花色可以选，安装超简单，就是这样子一片一片这样装上去。所以你其实这个灰白，或者你想要选任何的花色，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平常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就会把它关起来嘛，那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它打开。然后就会有这种2个空间变成1个空间，然后整个延伸就变更大的感觉了。那如果朋友真的想要留在这边过夜的话，其实这个关起来的话，就变他自己的一个私人小空间，就超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帘真的是做得很赞。回到这个整个空间配置上，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啊，都会发现说，你们家是几坪？我就说全幢好像是35多，10坪扣掉阳台是23。他们都有点惊讶，他们就说啊，你怎么23坪，怎么看起来像40-50坪？其实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把传统的很多隔间的墙给打掉了。我们家主要打掉了3面墙，例如一进门右边啊有个小和室，我们把它打掉墙，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原本往客厅方向看啊，会是一面墙，我们把它打掉之后，变成一间多功能室。但是拆除啊，其实是一种比较暴力的解法。那怎么样把这个拆除墙之后，这个空间打开？但是你的视觉会有延伸性，甚至你看起来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设计感，而不是把那个空间裸露出来。我觉得我们家用的比较好的设计有2个元素，第一个就是拱形，第二个是油漆的风格。这个拱的元素啊，跟这个油漆的风格，其实我们是参考我们自己就是苹果的全家桶，所以我们有这种苹果科技风，就是透过这种白色啊跟灰色的这种搭配，所以做空间感的放大之外，那来看我们家的拱形好了。我们家的拱形啊，除了刚刚你可以看到工作室那边有一面，就是对于整个窗户去做窗户的延伸之外，入口处有最重要的2个拱形，就是我们家入口，我走进来之后，这边就有1个拱，跟这边有1个拱，所以它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修饰。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这就只是一个木工的修饰，需要花很多钱做木工这个装饰品啊。其实没有，就我们家有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所有的装饰都一定要有背后的实用性。所以我们的拱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收纳。你可以看我们的拱，把我们2个最大的怪兽给它包覆住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LG 的电子衣橱，第二个就是我们家这个很大的冰箱。那如果这个电子衣橱跟这个冰箱啊，直接把它裸露在外面的话，第一个是它上面就不知道放什么，就会让它空着，不好看，积灰尘。然后它后面跟旁边啊也会露出来，因为这个 LG 的电子衣橱它超深的，它有60公分深。一般人通常买在家里面的时候，你放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怪兽卡在那边很突兀，所以它现在放在拱里面就可以一体成型。然后跟我们旁边这个收纳柜，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东西的收纳柜，然后把它摆在一起。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可能出门的时候啊，这边可以照照镜子。这个等一下柚子会介绍，好不好？这个我不多介绍，这个衣橱的地方给他介绍，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2个拱的概念，就是可以让整个空间感被修饰，然后延伸放大，一个通透感，然后又可以有实用的收纳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公共区域啊都没有做天花板，主要考量就一个，就是因为原本的屋主啊还有做天花板，然后屋高就只剩2.4米。那2.4米对我们来说，要常常在这个家里面工作的感觉，真的会太像办公室，太压迫了。所以我们就把天花板直接拆了。拆完之后啊，你就看到这个原始质地的楼板露出来，所以我们干脆啊就把它全部喷成灰色的，所以就让我们全家就变成是白灰相间。然后这个楼板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去把那个原始的一些纹路给它填平，就让它留有一些原始的质地。那这个感觉啊，就是让科技跟原始相互融合的感觉。我们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而且住起来也蛮舒服的。就有点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工作不应该是生活的对立面。谁说原始就不能跟科技当好朋友呢？好不好？那这就是我们整个整体家风格的 Apple 风格。再来讲到我们的油漆风格，我们家不是用传统的那种水泥漆跟乳胶漆，我们是用德国凯恩的矿物涂料。当时看到这个矿物涂料，一看它的介绍，一摸到它的质感，立刻爱上。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底材啊，就它的材料95%是矿物，所以第一个是你在施作的时候啊，完全不会有味道。就是师傅那时候施完整件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戴口罩，也完全闻不到油漆味。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它触摸的这个质感，就它的质地啊，跟一般油漆那种平滑面不一样，它就是真的留下了一种像天然矿石的这种比较淡壳纹路，所以真的很搭配我们家的整个空间的这个想要保留一种简单的原始感，但是又不要太粗犷。对，这种一些细腻的感受，然后摸起来蛮好的，所以我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啊，就先感受一下我们家的油漆，就是这样摸，然后它其实也很好清洁啊，你就拿那个科技海绵，然后这样干的这样擦一下，如果上面有一些脏污啊，其实都很好的去掉。凯恩涂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容易 DIY。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地方啊，是可以自己 DIY 的，你才会留下那个纪念，然后有辛苦流汗过，你就会更爱护这个地方。这个阳台啊，是我跟柚子一起 DIY 完成的。
然后 DIY 的过程其实好好整个花了我们3个礼拜，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大热天，然后我们是西晒阳台，所以我们就是边刷油漆边中暑，所以那个过程很痛苦但是现在其实回想来看，其实都是美好的回忆，就是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来。对，所以其实我们来到这个阳台的时候，现在过了1个多月，每次来到阳台的时候都很开心，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油漆是我漆的这样子，哇，这个地方很辛苦哇，我在这个地方中暑过等等的。继续加油好吗？我整个汗水流到眼角，好累啊。然后你就会很怀念这个地方，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阳台啦。除了可以赤脚走进来，地板这个白石头也是我们自己铺上去的。我们阳台最主要的2个怪兽就是我们的分离式洗烘衣机。那有了这个分离式洗烘衣机我们彻底就不用再晒衣服了。现在洗衣服其实都非常的幸福，就是把衣服丢进底下的，然后洗完之后把它往底上的烘，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是香香又干干的。所以其实屋主有附这一个调高度的这种晾衣架，但是我们就比较少使用到，对，因为我们真的发现这个烘衣机真的太好用了。所以现在其实非常爱洗衣服，以前都觉得说洗衣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现在都觉得说每天洗衣服都很开心的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直立式的冷冻柜，我真的非常推荐只要你是家庭的，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以前的冰箱真的小到每次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你推一个车子，你都会看着你很想买的那个冷冻食品，然后一直很犹豫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快放不下？现在我们不会有这种烦恼，我们每去 Costco 每次都满载而归。你可以打开这个直立式冷冻柜，当当，全部都是我们去 Costco 买的这种冷冻食品，就是不管是这个花椰菜米还是这个鸡块然后上面还有这个鸡胸肉跟鸡腿肉，然后底下有些牛排等等的。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比较长久保存的，都会放在外面的直立式冷冻柜；比较长最近在煮的，就会放在我们的冰箱的冷冻柜。对，所以其实现在这样子的搭配对于我们自己在家里面2个人料理来说，绝对很够用。其实阳台的整个 DIY 的过程我们都有做一支影片，这边可以看，就是我们整个辛苦的全记录。如果你有想把阳台 DIY 像我们这样变成一个白色世界，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支影片。我们家一进门就会先看到我们的主视觉，就是世界地图。那一进门的左边呢，其实是我们的小小玄关柜。那其实它原本这边其实就是一个电箱。那我们为了要让它美观嘛，就用一个洞洞板把它挡起来。那其实洞洞板大家知道，就是有分金属的、塑胶的或是木质的。那我们选的是木质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一进门你会比较有温暖的感觉。那这个玄关柜呢，大家看到其实我们也是做这种圆弧形的，就超美的一致性，因为我们2个都超喜欢圆弧。那因为这个是贴美耐板嘛，大家有发现我们这边整条包含电视柜下面都是这个同一个色系的，所以我们这个洞洞板呢一样也要同一个色系，所以我们就只能请木工师傅帮我们做这一整套。原本呢，如果你找淘宝做，只做这个洞洞板的话，可能2000块就搞定。可是因为我们要美，所以我们只能整套做下来大概2万块。不过我们这些小配件都还是买淘宝的啦。我们是先买好这些配件之后，请木工依照这个洞距跟洞径，然后才做好这整个洞洞板。因为淘宝有很多可爱的配件可以选择，我们买这样全部不到1000块。就像上面这个方框型的，我们可以放一些画，或是我们自己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宝物，宝可球。超可爱的，像这个地方就是平常很多一种缴费单要缴的，就直接放在这边，出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忘记缴，不然超容易过期的。然后原本这边玄关柜我一直跟雷蒙说，我很想要一个全身镜，我们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想要照一下全身嘛，结果好险没有买，因为就是这 LG 衣橱真的是很方便，它同时是一个干衣机，然后又是一个大镜子。我现在平常出门的时候就这样照一下，或是经过这个地方就会不小心想要照一下，就会觉得这个镜子真的很棒。其实它不只是全身镜，它就是超级好的一个微型干衣垫。我们平常出门的时候不是会去吃火锅或是烧烤，然后有一些衣服又不想要一直洗，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然后它就是用蒸汽，然后就可以除臭杀菌。这里还有一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它还是一个除湿机哦，就是我们平常下雨的时候，这边很湿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门这样打开，就会吹出一些就是很干净的风，然后我们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有一些很皱的衬衫，我们现在也会直接把它放进来。原本很皱的衣服我弄之后出来就变蛮平整的，所以我们做到现在都没有买熨斗，就直接靠这一台解决我们一些污衣然后自己想要烫平衣服的这些事情。等待，我们家的入口处是用这种天际线的灯条。一开始我原本是设想说要放轨道灯
然后只是后来觉得说，厨房跟客厅都是轨道灯的，那可不可以一进门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未来的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有这种灯条可以这样往上打天花板，然后蛮有未来感的。现在目前感受也是不错。接下来就到我们的主视觉的地图墙。那这个地图墙其实是个壁布，它是2片贴在一起的。可是师傅的手法其实蛮好的，就是你看不出任何的接缝，所以很多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是一整张吗？怎么贴上去就很惊人。如果这个地图后面没有放镀锌铁板的话，它就是变成纯粹的装饰品。就是我们家不会有纯粹的装饰品，都要尽可能让它有功能、有实用性。所以我们在后面放了一个镀锌铁板，多少钱啊？忘记了，14000啊，14000哦。那个镀锌铁板而已哦。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原物料在上涨，所以那个铁就真的是很贵，14000。可是前面的壁布啊，大概才11000、12000左右。对，所以其实就是功能总会比装饰品还要贵，可是没办法是好用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可以在外面上面放一些照片啊，然后这个灯也可以这样子点亮，就很有情境。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啊，因为之后我们想要去世界旅行嘛，然后他们就可以这样子投这个飞镖。然后投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说啊，我们下一个去埃及啊，下一个去东南亚啊等等的，就刚好很符合我们自己梦想的一个主视觉墙。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厕所。那其实一开始啊，这个家原本的屋主是进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厕所哦，它是一个厕所的门。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厕所啊不太好保留，因为我觉得一开门看到厕所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啊就把我们的厕所变成是原本主卧的配的这个厕所。对，所以我们门开在这边，所以我们平常这不是主卧，要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走进来，就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厕所的整个大变化，其实风格真的变化很多。一开门的时候，它就会开灯，然后也会放音乐，我先把音乐给关了啊。我们的马桶也是自动的，所以我现在走过来的时候，它的马桶就会自动打开。然后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整个风格啊，原本它是一个比较非常传统的老旧的厕所的风格，就是都是瓷砖。那你会现在发现说，怎么感觉变得超大了？因为像我们的妈妈啊来我们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厕所不是本来很狭长吗？后来发现它变得很大，她就很惊讶说：“你们厕所是怎么搞的？怎么变得这么大？”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大家都用瓷砖嘛，瓷砖都有那个接缝，你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整个面墙被切分成很多块。那我们现在是用 SPC 的墙板，对，所以它是用卡扣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的卡控接缝在哪里，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体成型的，就会看起来特别的大。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这个空间延伸感很好的原因。要跟大家讲，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电热毛巾架。这个通常就是基隆人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住基隆，我们所有的毛巾不用放在室内，我们放在阳台都是湿的。就是你昨天晚上洗完澡，然后隔天晚上要去洗澡的时候，毛巾还是湿的，我们就很受不了毛巾湿湿的，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噔噔，就是这个。我们特别装了一个220D 的插头给他，所以他每次洗完澡的时候就可以打开，然后开个2个小时、3个小时，毛巾马上就会干掉，而且整个空间浴室也会变得比较温暖，不会觉得很潮湿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地板其实有做地暖，我们厕所是没有窗的，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讲，房子啊，厕所要有窗，基本上可能那个一坪贵5万，就是厕所有窗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好不好？那在厕所没有窗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到让里面不潮湿？我觉得我们就是买了这个电热毛巾架，加安装了这个地板的地暖，让我们现在目前每天在浴室的体验，我都觉得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享受。里面那个6角砖啊，其实也是墙板，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看到接缝，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比较明显。这样，这些都是防水的。原本我在最开始有一个厕所的介绍，大家可以回去看。哇，这边，然后我当时就这样关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里面是很狭窄。然后看我这样洗澡的时候，看不到。可是后来啊，就是我们这个卫浴厂商啊，是那个经典卫浴，它这个淋浴拉门就这个通透感很好，因为我发现它这边用透明的，这边用透明的，所以你就觉得说没有这么狭窄了。突然间觉得淋浴空间很大，然后我就很感谢当时我们去经典卫浴，然后去咨询，然后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所以我们之后会再完整的拍一集关于厕所的主题式介绍的下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上集，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很狭长啊、很传统的厕所原本长什么样子，然后之后我们再好好的开箱那一集给大家讲，就是我们厕所的 before 跟 after。接下来到我们的厨房空间了，这个拱所包覆的就是我们的厨，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这样子，就看这个2张都可以一起起来。这个东西真的是买了不后悔。